从光明之家带回宗师给的法器后，每天睡前陈小娟都会依照宗师的指示，面向房间的东方打坐冥想，并在心里默念着：我信任宇宙，我臣服于光明的安排，我相信美好的一切即将到来。每次冥想结束，陈小娟都会看着放在床头柜上的法器，那带着紫色与粉色光晕的水晶球，放置在金黄色的莲花台底座上。有时看得入神，陈小娟似乎能在水晶球体中看到宇宙的运行，并感受到心灵的平静与富足。最近，陈小娟常想起与顾晓在一起的回忆。他们曾经在大学时期跑到霞海城隍庙拜月老，只因有一天晚上，他们躺在校园的草坪上，看着星光点点的夜空，一起想象着自己未来的结婚对象。聊着聊着就说好要一起去拜月老，祈求月老帮他们找到心中的如意郎君。那时他们虔诚地拿香拜拜，在月老面前仔细地说明理想对象的条件，将象征会带来姻缘的红线在庙宇的天公炉上顺时钟绕3圈，然后一起吃了还愿庙宇的喜糖，喝了甜甜的平安茶。在喝着庙宇的平安茶时，他看见一群来拜拜的年轻男生们也倒了平安茶来喝。他和顾晓还一起嘀咕，怎么会有年轻男生来拜月老。顾晓大啦啦地低声笑话着这些年轻男生的意图，而陈小娟却是对其中一个男生的目光感到面红耳赤，对方的眼神像是要把他看穿似的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个男生是学校理工院的学生会会长。在校园联谊活动偶遇时，这个学生会会长就主动地靠近陈小娟，并跟她要了社群联络方式。他们开始每天晚上传讯聊天。好羡慕你，你是不是已经在谈恋爱了啊？我们一起去拜的月老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要交到男朋友了？我的呢？唉。顾晓看着一直拿手机传讯聊天的陈小娟，有些气馁地看着手里的红线。陈小娟停下手机传讯的动作，她笑盈盈地看着顾晓。圣诞节那一天，理工院要举办圣诞节派对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说不定那天就会遇到你的好桃花啊。可是理工院的男生感觉都很无趣。顾晓露出有些嫌弃的样子。陈小娟笑着推了顾晓一下，她知道顾晓对男生的气质与外形很有要求，长得普通要会打扮才行，科系冷门但谈吐要聪明才行。顾晓总是说，他的家人一直对他耳提面命，说未来找对象要找能带他一起成长的男生，不能盲目只看一些表面的条件，男人最重要的是内涵。但偏偏顾晓喜欢的男明星们，在陈小娟看来都是外在条件很不错的男偶像，反而是陈小娟自己，她就会喜欢外表普通但很有才华的男明星。还是学生的他们，陈小娟谈了一场又一场的恋爱，而顾晓只是听着陈小娟的爱情故事过过干瘾。后来他们跟双胞胎兄弟一起谈了恋爱，在那个双胞胎弟弟甩了顾晓之后，顾晓就对谈恋爱这件事不再感兴趣了。那时他们已经要升大4了，顾晓听从家里人的安排，准备出国念硕士，每天都很认真地在准备出国念书的各项考试。而陈小娟依然在跟任何一个想靠近她的男生们开心地出门约会，享受着男生们不断称赞她的美貌。为了打扮自己，陈小娟甚至花光了打工钱，还跟顾晓开口借钱。小娟，
你花钱怎么这么凶？顾晓从皮夹里掏出2000元借给陈小娟时，摆出一副家长的态势，似乎想要好好规劝陈小娟。我会还你的，别念我了。陈小娟嘟着嘴巴回应道，但还是伸手接过那2000元。她心里只想着等一下要去买哪些衣服跟化妆品。我们快大学毕业了，你也该为未来的出路做打算。这一次期中考，你不是考砸了吗？顾晓能想对陈小娟苦口婆心地说教。我又不是你。陈小娟有些不情愿地说道，你有家里帮你规划好的未来，但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大学学费全靠助学贷款，我妈前几天还叫我不要再读硕士了，赶快出社会工作帮忙贴补家用。我只要想到毕业后要还学贷，我现在就觉得人生好难，只想要快乐的好好过每一天。顾晓知道陈小娟有个重男轻女的妈妈，但她有时也很难以理解，如果陈小娟的家境很不好，那她大手大脚的花钱心态是怎么养成的？她还知道陈小娟办了几张信用卡，她都不敢问陈小娟一个月要付多少信用卡费用，只知道陈小娟一直不断在找打工机会。她看着和陈小娟一起住的宿舍房间，陈小娟的桌位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，而她自己的书桌却摆满了书籍跟笔电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们就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。静静看着水晶球法器沉思的陈小娟，她心里莫名的想念顾晓这个朋友。她拿起床上的手机，有些犹豫地点开顾晓的社群账号。顾晓的社群大头像仍是大学毕业照。有一阵子社群流行怀旧风，顾晓从那时就一直维持毕业照的社群大头像。上次吵架后，他们就一直没有联络。陈小娟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再跟顾晓说话，毕竟她上次泼了顾晓一身的饮料。陈小娟在与顾晓的讯息对话框上打字，你最近好吗？一直迟迟不敢发出去。突然一个失神，手指不小心按到了发送键，讯息就发出去了。陈小娟想要立刻收回讯息，却发现顾晓很快的已读了。陈小娟感到有些紧张，等待顾晓的回应，让她觉得就像在等求职面试的录取通知。你好吗？王志胜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看着顾晓回复的讯息内容，让陈小娟的内心松了一口气。看来顾晓还是很关心她这个朋友，没有真的在跟她生气。但陈小娟也察觉到顾晓说的话有点奇怪，难不成王志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陈小娟一头雾水的立刻回复顾晓，志胜怎么了吗？